斩人坑有多可怕，你真的知道吗？这里是贵州一农田旁边的无底黑洞，深坑历经沧海桑田，已存在数个世纪。当地老人直言，内部白骨成堆，至今从无活人下到底部全身而退。100多年前，有一地主管家带上一箱子下入其中，从此杳无音讯。那么坑底究竟是何模样？我们决定利用专业 SRT 技术，深入斩人坑内部一探究竟。耕地13天3夜啊，终于来到了这个斩人坑的旁边。这个斩人坑呢，就在这条公路的侧面啊，可以看到这个旁边呢是用巨石把这个斩人坑的坑口啊给围起来了。这时候呢，我们就从这里丢石头下去看一下，看看这个斩人坑里面究竟有多深。然后我们待会儿呢，利用锁降的方式啊，下去看一下这个下面是不是有白骨无数的场景。我说里面还有这当地的地主啊藏的什么红色的箱子，用绳索放下去的，不知道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们这时候丢个石头看一下。我们在对这种天坑或者竖井丢石头的时候，一定要周边查看一下，因为现在热爱极限运动的人特别多，看周围有没有这个绳索啊。要是没有绳索的话，天坑下面是绝对不会存在有人的哈。我现在呢查看了一下，很安全。我丢石头了，大家数一下秒哈。我的天哪！大家听到没有？差不多10秒左右啊。也就是说，这个天坑呢，应该是100米到180米的这样一个深度。这个石头落地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小平台，也许下去还更深啊。今天呢，将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探险之旅。好了，我们穿上专业装备，准备下降。穿好了这个进行锁降高空作业的安全装备，马上就开始下降这个斩人坑。大家也可以跟着我的镜头去里面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为什么100多年来没人敢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小蚱蜢这时候是作为副先锋，在这里送绳子。前地传说已经到下面开线去了。Hello， 大家好。这次的探索呢，引起了当地的村民的围观，因为毕竟是100多年来没有人下去过。现在是户外阿志正在下降啊，随后呢就是向阳下降，然后我来收尾。户外向阳正在下降啊，他现在是穿戴了专业保护，大家是一定不要模仿。是最后一个下降了，在这里收尾。我们可以看到我是做了安全保护的啊。哇塞，大家看这个深坑，真的深不见底啊。我们现在穿戴专业保护，大家一定不要模仿。马上呢，我们就进行一个下降，开整，好吓人呐！不知道这个斩人坑里面究竟有没有白骨遍地的景象。我来到了中间这个平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的空间非常大，可能有3、5亩地这样一个面积啊。这是典型的塌陷型的深坑啊，也可以称为竖井。这个算不上天坑啊。可以看到这周围的岩层呢，都是这种非常松散的页岩层。曾经呢，这个上面的这个窗口啊，可能是封起来的啊。由于这个地壳的变化，加上这个水流的溶蚀了，这个上面就崩塌了，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100多米深啊，4、5亩地的这样一个深坑。我分析这就是这个斩人坑形成的原因。现在是最后一降了，这一段呢垂直悬空有80来米。哇，看着好恐怖啊！不过我们都是穿戴了专业保护的啊。现在由户外阿志呢作为我们下降的先锋先搞啊，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可以看到它是全套的安全装备上身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好了，我们继续开干吧。现在向阳穿戴装备正在下降啊，大家一定不要模仿。这下去的高度是30多层楼。我们的队友在哪边啊？前地传说、户外阿志和山里跳，这显得好渺小啊！大家能在屏幕当中找到他们吗？哇塞，一绳到底80多米啊，非常的 nice。我穿戴了专业保护，而且呢，
是专业的操作，大家一定不要模仿。我们从这里看，这个窗口非常的渺小，下面的面积挺大的啊，能有4、5亩地。我们马上就能够揭晓这个天坑底部的谜团了。看一下攒人坑里面究竟有没有这个白骨成堆的景象。开始下降了。等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哎呀，这时候呢，我就成功的、非常安全的下降到了这个天坑底部啊。这个算不上是一个天坑，它只能算是一个竖井啊。所以呢，当地人说这是一个攒人坑。但是你们发现了白骨没有？发现了，在哪里？在那边，在你背后。啊。好。哇塞，大家看这个下面又好像10多个篮球场这样大的一个面积，非常的震撼。这里还有这个泥石流啊，给冲下来的这些树枝，还有这个泥土啊，混着石头。好了，我们边走边探索，出发。这攒人坑的底部啊，它有40多米宽，100多米长。哇塞，从这里看上去，我的天哪，这一个坐井观天的感觉。这里就是我们贵州通天螺，看一下究竟有没有地主在这里丢的红色箱子。看一下，箱子没看到啊，看到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尼龙口袋，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这个下面有很多这个泥沙呀，给堵起来了。我就说这是一个塌陷型的天坑，因为曾经在崩塌的那一瞬间呢，涌下来了太多的这个泥石流啊，把这个坑底填得非常的平整。我们继续前进。哇，大家看，大家能够想象这个石头是从上面砸下来的吗？这就是从上面一下砸下来，然后把这个泥石流啊给震到一边去了，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塌陷。哇，看到没有？这边非常不稳定，我们绕开这里。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情况？这是一个消水坑，消水坑啊，所有的水都是从这里消下去的。这个岩层还是非常稳定的啊。这下面好平呐，可以看到队友在那里，离我这么远。这个下面我想的话，要是种那个冬卷啊，种香菇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天坑底部它是4季恒温。那个上面好像是有一个洞道在那里，这里有一个水潭，这里真的是冬暖夏凉啊，一个避暑胜地。哦，咱们看这个水流长年累月的从上面冲刷下来，然后这个坑底的泥土就形成了这种像城堡一样的形状。它这是因为这个泥土的顶部有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呢就挡住了这个泥土，避免了这个石头被这个雨水冲刷，
所以呢，它就形成了像塔一样的形状。什么？这里啊，发现有骨头了，看到没有？哦，真的，关节的骨头。这是骨头啊，大腿骨。对，这就是个大腿骨啊，可以看到。它下面有石头顶着吗？它没有陷下去。对对对，有可能你站的时候下面全都是一具完整的。你不要站到这边。看到这里有一块，这里有一块。哇塞，看到没？那里有一块。那里还有，看到没？啊，被冲得很烂。来底个看。嗯，是在底个？是的，那个年代已经非常久远。还有这么长的一根在那边，散落在那边。哇塞，被泥土包裹住的。走，咱们去看一下。你从那边走，从那边上去。大家看这里，哇，这像一只鳄鱼趴在这里。哦，原来是个木头，不要怕，不要怕，这是个木头。这个竖井底部有很多这样的小水坑啊，而且这个丢下来的木头呢，也长满了这个菌类。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蘑菇，这个算得上阴沉木啊，但这不是啊。形成阴沉木的木料就5种。啊，青冈啊，马柳啊，红椿呐、这些，这一根还有点像那个红椿木，就这几种。不过贵州这边也是有金丝楠木的。这个下面呢，也是一个小水坑。这个竖井底部呢，总共有6、7个小水坑，然后那里有个洞道，咱们这时候上去查看一下。现在咱们去那个神秘的黑洞看一下。哇塞，感觉很神秘啊！这个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地主啊放红色箱子的位置，也有可能是他们说的这个白骨成堆的那个位置。咱们这时候就上去一探究竟。已经爬上来了，这个洞口了，就在前方。这里不好拍啊，我上去了再拍给大家看。走，咱们继续前进。哇塞！现在我的队友他们也过来了，在这边呢发现了有这个骨头，这个应该是当时那个地主啊，他的那个管家带了个红色箱子，最后就走到这里来了。在这个前面呢。没有发现，所以说这应该是斩人坑的最深处，可以看到前面是盲洞道了。好，我们原路返回。刚刚从这个洞口下来了，在里面呢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白骨啊，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留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天坑底部，回来时就发现山里跳和前地传说是已经上去了。这时候呢，阿志正在上升，然后随后就是我和向阳啊，可以看到他是在爬绳子。啊，对，这里上去有80-90米啊，垂直悬空。这个天坑的总深度差不多是180来米。啊，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投石问路。开干了！这里是尼尔湖天坑，1800米高山有一处常年浑水不清的湖泊，具体深度无人知晓。每逢天气突变，湖面冒泡，好似沸腾。当地人猜测湖底可能连通暗河。接下来我们将利用绳索反穿尼尔湖天坑底部。好大一根阴沉木，看看两处秘境是否处同一地下水系。现在呢是位于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从航拍里面看到的尼尔湖呢就在这个山包的后面。我们此次下尼尔湖天坑也是为了探明那个沸腾的气泡是否跟这个天坑的底部地下水系相连。而向阳作为开线先锋啊，率先下降。我把这个石头扔下去，咱们看一下深度。哇塞，起码有200多米，对，好深呐！伙计，
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自然锚点，拴的这根树啊，从这个角度看尼尔湖天空，非常的震撼。请你们再不要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这样突然出现一个竖井，下面是绝对不会出现宝藏的哈。所以大家不要再带节奏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我们此次呢就是为了探明这个地下水系是否和尼尔湖的湖底相连。我带的有100米啊，先看它搞哪看，你带去吧。深不可测，感觉是一个300米的深度。先锋传来消息，在第一平台下方还有一个100多米的竖井，这时候继续向下输送绳索。那有个直角洞的槽。有鸟啊，紫小洞啊。啊，还有3个直角洞的蛋。我的天哪，看到没？这时候阿志在我前面去了哈，他在我下面2个点的位置，向阳的光完全看不到了，继续下降。现在看这个坑口比较圆，然后这个四周呢坑壁上面都有水溶的痕迹。这实际上尼尔湖天坑算不上是天坑的规模，它的直径差不多只有4-5米，算是一个高山竖井了。安全换点之后，我们继续下降。那里咱们还发现了一只紫啸洞的巢。什么情况，两位？下面有一根1米多粗的阴沉木，1米多粗的阴沉木啊，3颗蛋哈，3颗蛋上面还有花纹。好大！这里有一个，有2个哈，幸亏我们没从那边开线，不然的话可能要惊到它们。这是个葫芦口，我们现在处于它最窄的地方，下面又越来越宽敞了。我们继续下降。下降的时候，咱们就像坐电梯一样，上升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爬上来。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是如何上升的？待会儿展示给你们看啊。2位队友的灯光看起来很渺小啊，这里下去还有50多米就可以一绳到底了。现在最后一个队友，队友，我还想没到了。这是什么？阴沉木啊！你看这，我去，大家看，这好大一根阴沉木，向阳的脚下，好大一根阴沉木。大部分还被埋着噻。这直径都有1米多吧？我这里这个感觉这个，这么大一个，那边是不是会不会是空的哟？没动到了吗？来，石门。哦，向阳在这里做了一个点，前面说还有竖井，丢了石头没有？我再给你丢一个。丢一个。1、2、3。方方正正的一道门，我们姑且称它为地狱之门。这个洞道呢，它的方向啊，似乎是往尼尔湖那个方向前进的啊。因为可以看到，透过这道石门，后面还有空间。不过这里需要手降下去，要么就是打横切。我们一直向下吧，因为这里海拔比尼尔湖要高出那么200来米。如果往下能够直接通到它的地下水系的话，探索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好，准备装备，开干了。有一个小平台。哦。对。这个就是，哎，你看也是看不到底，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好高的洞腔。现在我们要循着往下。从这个地狱之门这样下来呢，这个岩壁都是呈金黄色，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滴水下来，岩壁被弄得非常潮湿。而且在我们的对面呢，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个像菜刀形状的洞口。我们分析这个竖井顶部啊，有可能就是尼尔湖。现在向阳还在继续向下开线，深水孔啊，在旱季的时候它是连通了尼尔湖的底部。然后有这个沼气啊，一些
比较轻的气体向上翻腾，就引起了尼尔湖的水面冒泡。地狱室门下来是越走越宽。哎呦，好滑呀！花岗岩。哇，鸡血石伙计，鸡血石！这里发现了鸡血石。哇，一脉一脉的，这里面那个血丝能看到吗？很清楚哈，这一脉下来全是这样的血丝，这里能看得很清晰哈，鸡血石的纹路。下阳已经下到了这个竖井底部，很平了，而且在它的东南角还有一个洞道，继续斜过去了。我们继续下降。飞虎队，是一个什么动物摔下来的骨头？刚刚在这里表演飞虎队，一下给魂摔在这里了。有大型动物摔下来过，对，好痛。仔细看了一下，这边是没有动到的，但是这个竖井很高啊，差不多有70来米，一个通天竖井，上面有很多的渗水点。咱们分析，这个就是尼尔湖的底部，有可能这个地上的泥土啊，里面有很多的气体，它在升腾的时候，有可能会通到尼尔湖的底部。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啊，也不知道究竟和那个有没有关系。这个下面偶尔能够发现一些骨骸，过往近来可能有不少失足的动物掉下来，就再也没有上去过。这里还有阴沉木，这个下面没有其他洞道了，也就是说这个尼尔湖天坑我们就只能止步于此了。给大家表演一下如何上升的吧。这个叫脚踏带啊，然后脚踏带连着手身有一根牛尾啊，是连着我们的安全带，然后这个是胸身连接我们的这个襟环也是连接的安全带，这样就有双道保护。然后我们往上爬一步，这个绳子就会往下去一步哈。你看，这看到没？这我现在只需要单手啊，我们要成了老手之后，一般就是单手上升的，单手上升嘎啊，看到没？这样就凶得很。我们一般有女孩子有这种队员在一起的话，我们必须就是说单手上升，这样显示了自己很有力量。如果爬不动了，我们这样双手。向阳先生表演的是负重上升啊，他这个包呢，差不多是一个35斤到40斤左右，里面有150米的绳索，还有开线工具那些。可以看到他爬得非常快，爬得很猛啊。这是保证100%的安全。我们的绳索呢是破断拉力是46千牛，成功的从尼尔湖天坑里面撤到了这个上面平台这里。哎，马上就可以重见阳光了，重返人间。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被湿水浸泡数百年的原始森林你见过吗？这个树下全是棺木。这是迄今为止保持最为完整的青瑶洞葬群，参天古树下的棺柩随意摆放，山洞深处无人下脚的场面令人后背发凉。53刻过后，无人敢靠近此处。我们在经得在老许可后实拍记录，哪知洞内的场景氛围超过了一切电影特效。户外小北表示再也不敢去第2次。快走！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密林当中，大家看这个林子里面倒下的树，它的直径差不多有70多公分。可见这些树都是生长了100年之久。那边好多呀，就在那个位置，看在林子里面很多。这边就是传说中的青瑶洞葬，就在这里呢。当地人呢，把亲人送上山之后，在棺材上面正砍3刀，反砍3刀。从此之后呢，就再也不会到这个林子里面来。目前感觉还好，就是味道很大。你把口罩戴上。我要把口罩戴上。这个味道特别大。对。
哇！天哪！小心脚下，你们。好。看一下。简直是触目惊心。这个上面呢是布满了一些爬山虎，然后棺椁上面有一些斗笠的痕迹，那个地方还有一条鱼。就这些沙木呢，它的木材主要是沙木和柏木。然后在向阳的正前方，那些上面没有藤蔓的，就是比较现代的。看这个脚下，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走这个大石头上面，千万要小心一点。这边你看，你看每一个上面都会做一些那个造型，对鱼的造型。它还写的有一些农具啊什么的，包括有一些浮雕花纹啊。它应该也是跟我们土家族那边视死如是生。小心啊，你们千万要注意脚下。哇，天哪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景，这真的是深深的震撼。下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脚下它是有很多年代非常久远的棺椁。哇！我透着这个口罩，还能够感受到很大一股味道。看一下，无精无怪，无精无怪。看一下，进入这个洞体内部，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木料码迹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原因，可能这些东西啊，摆在这里的棺椁有很多已经破碎了。咱们看这个棺椁旁边，它是做的有这样，这个棺椁上面做的有这样的锦支架。如果在苗族那边呢，它这个4个角的呢为女性，但是瑶族这边的我们不太懂。可以看到，这样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到那边全都是。它的主动道是跟这么过去的。我们现在过去查看一下，小心呐，小心！哇！从这边过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天窗，那里有光。这个洞厅高达10几米，从地上散落的石块来看，应该这个洞穴形成的年代不会超过1000年，还在发育当中的一个洞穴。从这么一直进来，有很多的棺木碎片，那里几根树根，那个树根已经垂下来了。在查阅古籍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瑶族先民呢，在这个寨子里面，年纪大的老人过世了之后啊，同寨的人呢，会将这位老人分而食之。后来有母女3人呢，他打破了这个习俗。据说那个老人走了之后啊，他的那个女儿和他的儿子觉得把他吃掉有点残忍，将那位老人呐，给弄到这个洞里面，就是这个洞里面藏起来了。后来村里面的人知道之后就询问他，他说他的妈妈养他们太不容易了，最后他们就把这个风俗呢改为了宰牛祭亲，用一条牛来替代了他母亲的那个身体。这是一个传说故事，是从古籍里面查阅到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据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青瑶洞藏，曾经里面是失过一次火，然后呢有上千具棺木被火烧毁。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另一个大厅，
这空间差不多有几十万个立方，地上有正在形成学珠的石头，这边有一个出口，我们向这个方向过去看一下。这边有一些石头被人码成了这样的柱子，不知道是干嘛的。这边能够看到有光，这边有个岔洞，去这个岔洞里面看一下。这个洞穴的洞顶呢，有好多蝙蝠。那么从这个小岔洞又会通到哪里呢？过去看一下，这是一个水溶裂缝向下去的。结束了这个洞道，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到了尽头，这就是一个水溶的小裂缝。现在我们随着这个轻摇动荡主动道继续向前前进，看一下前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据传闻呐，以前有户外博主来这里拍摄的时候出现了幻觉，但是我这进来的时候还好，感觉一切正常。这就像一个金船呢，看这个腿，这是头，很大一根金蚕石。这个前面好像是一个天生桥，这是一座古桥吧？这个渡槽。从这边过来，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修建年代很久的渡槽，这个上面有流水声。看这个地上的叶子啊，全部是呈这种红褐色的。这边有个洞道，看到没有？有明显的分界线。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哦。这里也是一个洞道，看这个年代看起来非常久远了。现在从这里继续看一下，这个洞道看起来不深，然后里面也没有棺木。据说苗族先民他对这个洞葬选址非常的考究，第一是要够大，再就是要通风透气。那个上面有一个小裂缝啊，但是我们不上去了，我估计我挤不过去。可能从这边原路返回了。现在我们从里面撤出来了，这里面的场景啊，对于我一个土家族的人来说，确实是匪夷所思、触目惊心，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让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幕，感觉这次的旅行探险还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摄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